我盘下一个鸟不拉屎的破院子，做成了农家乐，生意爆火，1年净赚150万。结果房东李老头眼红了，他笑眯眯的找上了我。小陈啊，你这破院子周末能停满大巴车，全靠我们村这块风水宝地，马上要被划进网红生态区了。现在你吃到了第一波红利，分我一半利润，没问题吧？我没同意，李老头立马露出了本色，不客气的说：“那你今天就从我院子里搬出去，这农家乐我要自己开。”他单方面撕毁还有3年才到期的合同，甚至拿宅基地去抵押借了高利贷，要把破院子推平，盖起3层豪华法式农庄。陈凡，不瞒你说，我已经看透了你的商业模式，只要把门面装潢好，加上我闺女的网红粉丝引流，你这种低端地摊货就等着喝西北风吧。看来他还不知道，我能把这个连路都没修平的破村子做到天天爆满，是因为那些大巴车上的客人全都是我亲姐旅行社强行塞过来的。王大妈，您的保温杯别落下了。陈老板今天辛苦啦，下周又老时间，我还带他们过来哈。陈老板，你这大锅菜绝了，下周记得给我多留只走地鸡。好嘞，您各位路上慢点儿。虽然累，但值得。粗略一算，今天这5辆大巴车拉来的几百号人，光是餐饮加上土特产的连带消费，一天的流水就突破了4万。哟，小陈啊，忙着呢。我心里隐隐升起一丝不好的预感，因为这1年来，除了收房租，他每次踏进我这院子都没好事。李叔，有事吗？小陈啊，你看你这院子，每到周末客人就爆满，这全靠我们老李村这块风水宝地位置好啊！马上咱们村就要被划进省级网红生态区了，来周边旅游的人更多了。现在你靠着我的地盘赚了大钱，1年少说也捞了100多万吧。分我一半的利润，没问题吧？听到他这狮子大开的要求，我愣了一下，简直不敢置信。李叔，你没开玩笑吧？你这破院子之前空了整整3年，连顶棚都是漏的，根本没人愿意租。是我来接盘，帮你还上了你在城里买房的贷款压力。你这1年连续涨了3次租金，我都没说什么，现在你竟然还想分走我一半的利润？哼，那咋了？你这破农家乐能这么火爆，全靠我这院子的地段好，分我一半利润，不是应该的吗？就是，我们老李村周围全是城里来找新鲜感、体验农家乐的客户，这地方现在就是风口，拴条狗在这儿都能赚钱。你靠我们的风水发了财，分我们一半也是理所应当，别不知好歹。拴条狗都能赚钱，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我租下这个院子的时候，这地方可是出了名的鬼见愁，道路泥泞，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之前开在这里的小卖部和修车铺全倒闭了。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跟他们父女签合同的那天，李老头拿笔的手都在抖。小陈啊，你是不知道，我们这破院子挂出去3年，连个问价的都没有。我儿子在城里买了房，每个月房贷压得我喘不过气。你能租下这院子，真是救了我们老李家的命啊！你放心，在你租赁的这3年期间，我老李拿人格担保，保证1次租金都不涨，你想租到什么时候就租到什么时候。看在他一把年纪苦苦哀求的份上，我不仅一次性签了3年的合同，还提前垫付了1整年的租金。我姐的公司就在市里，是本地最大的连锁旅行社，她手里攥着全市70%的夕阳红和周边1日游大巴车调度权。游客中午在哪儿吃饭一直是个麻烦事，所以我索性在这里弄了个大锅菜农家乐。我姐直接把客流全切给了我。开业后，院子每个周末必定爆满，大巴车能把村口堵得水泄不通。看到这副日进歹进的场面，李老头父女眼红了。第一次涨租是在开业的第2个月，他们特意挑了个周6中午，大巴车刚到，几百个大爷大妈正排队打饭的时间段，堵在厨房门口提出涨租。当时满院子的客人都看着呢，我不想让带队的导游苏小小难做，而且院子翻修搭大棚花了大几万，搬走不划算，我咬咬牙答应了。结果第2次、第3次，他们如法炮制，每次都挑客人最多、我最忙的时候，当众撒泼打滚，让我骑虎难下。直到今天，我刚给员工发完上个月的奖金，他们竟然得寸进尺，直接要抽走一半的利润。但这一次，我不想再忍了。如果我不同意呢？不同意！不同意！你今天就带着你的破锅从我院子里搬出去！这农家乐我自己开，我不租了！李档主，我们可是一次性签订了3年的合约，现在才过了1年，合同还没到期你就想毁约？哼，我就是毁约，怎么了？院子是我的，我有本事撕合同，你有本事去告我啊！就是，你去打官司啊！拖你个1年半载，你连个做饭的地方都没有，生意也黄了，钱也赚不到，到时候损失巨大的只会是你。识相的，赶紧滚蛋！所以你们今天来根本就不是来跟我谈什么利润分成的。
你们是早就打算好了，要把我现成的厂子夺走，鸠占鹊巢自己干。没错，老子就是打算自己干了。这院子本来就是我的，我是房东，我想租就租，想收回就收回，天经地义。你能在我们村赚到上百万，已经是祖坟冒青烟了。现在立刻给我滚蛋，别耽误我发财。就是，你也别表现的好像我们欺负了你似的。要不是我们老李村的风水养人，你以为凭你那大锅炖菜能引来这么多旅游团？你但凡有点眼力见，都该对我们感恩戴德。行，既然你们连脸都不要了，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按合同办事，租期未满单方面违约，退还我5万块钱的押金，外加2个月的违约金，总计8万。钱到账，我立刻走人。多少？8万？你抢劫啊！陈凡，你想钱想疯了吧？你这破大锅天天烧柴火，把我们院子的墙皮都熏黑了，油烟还污染了我们村的地下水。我不找你要环境污染费和治疗费就不错了，你还敢要押金？我告诉你，1分钱都没有。这院子里的所有桌椅板凳、冰柜、灶台，全都得留下，就当是赔偿我们的地窖费了。他们不仅要抢我的厂子，还要空手套白狼，吞掉我所有的设备。我呸！就你们这破风水，养猪猪都嫌挤。老板，这老头的算盘打得我在后头都听见了。违约赶人就算了，还想要我们留下设备，真当自己是土皇帝了吗？你个臭打工的死丫头，闭嘴！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去你娘的！李老头，你们做人别太丧良心。这院子当初什么鸟样，你心里没数？这冰柜、这桌椅，连头顶上的遮阳棚，哪一样不是陈老板自掏腰包置办的？你们眼红赶人就算了，还想明抢，真当没王法了吗？哎呀，老赵、小雨，这事儿跟你们没关系。他陈凡今天必须要走，但你们不用走啊！以后这农家乐我来接手。老赵你当主厨，我给你涨1000工资；小雨你接着当收银，我每个月给你多发500块奖金。跟着陈凡这种马上就得去要饭的人，有什么前途？多发500，留着给你买脑残片吧。我跟着我们老板天天吃香喝辣，谁稀罕你这3瓜2枣啊？当年我婆娘做手术，是陈老板二话不说垫了8万块。今天别说涨1000，你就是给我涨1万，我也绝不给你们这种白眼狼炒一盘菜。好了，这押金和设备就当是我给你们老李家提前随的份子钱了，希望到时候你们别后悔就行。说完，我带着老赵和小雨直接坐上了我那辆长城皮卡，一脚油门驶出了老李村。车子刚上国道，我的手机就在中控台上疯狂颤动起来，屏幕上跳动着2个字：陈凡，听说你被那个房东从破院子里扫地出门了？陈总这情报网够快的啊！被赶出来正好，我早就嫌你那个破院子太寒酸了。上个星期市医院的张院长带队去团游，跟我抱怨说你们那儿破路，连大巴车掉头都费劲儿，厕所还是旱厕，差点没把一群老主任给熏晕过去。我打听好了，在隔壁青山镇有个大老板之前投资建了个大型生态果园，干了1年，资金链断裂跑路了，现在场地全空着，地方够大，接手就能干。你现在马上带着你的人过去看看，合适就直接盘下来。下周6，我把周边4个地级市的夕阳红精品团，外加2个大厂的100人团建，一共10辆大巴车，全部切到你的新厂子去，别给我砸招牌。老板，刚才打电话的那位是？我亲姐，市里最大那家盛世国旅的副总。老天爷呀！搞了半天，咱们这大半年天天爆满的大巴车，全是老板你亲姐送来的生意啊！李老头父女俩以为自己抢走的是一只会下金蛋的母鸡，却打死都想不到，我姐才是那个负责空投金蛋的人。半小时后，皮卡车停在了青山镇那个废弃的大型生态果园门口。一下车，小雨就发出了没见过世面的惊呼。这里可比老李村那个破院子强了不止10倍。虽然因为荒废了几个月长了些草，但整体设施极其完善，足足有300多亩的场地，漫山遍野的果树，中间是一个将近10亩大的清澈鱼塘。吃饭的地方不是什么花里胡哨的别墅，而是一排极其宽敞明亮的大砖房和钢化玻璃阳光棚，地面铺着干干净净的防滑地砖，旁边甚至还有一长溜搭好的葡萄酱。葡萄酱底下整整齐齐地码放着20多台8成新的全自动麻将机。
门外是一个铺了水泥的超大停车场，别说10辆大巴车了，20辆都停得下。好地方啊！老板，这后厨太宽敞了，灶台都是现成的猛火好，比咱们之前那个憋屈的棚子强太多了。老板，这全自动麻将机简直是为大妈们量身定制的，咱们把这儿稍微打扫一下，绝对爆火。我看着这片宽敞接地的果园，当即拍板，直接拨通了转让电话，当天下午就签了合同，拿到了钥匙。就在我们3个撸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清理卫生时，我的微信连续弹出几条语音，是导游苏小小发来的。点开语音，整个阳光棚里立刻回荡起苏小小快要笑破音的狂笑声。老板，你绝对猜不到，那个傻逼网红李婷刚才居然通过旅游群加了我的微信。他私聊我说，你马上就得去要饭了，让我以后跟着他混。他说只要我下周6把咱们公司的大巴车全带到他新开的农庄去，每带1辆车，他就私底下给我200块钱的回扣。我操，200块，他打发要饭的呢。200块，他也不打听打听现在的行情，买只老母鸡都不够。小小，通知你群里的所有大爷大爸妈，下周6青山镇300亩生态大果园试营业，全自动麻将机管购，老招的水库大鱼头和土猪红烧肉不限量供应。做大做强，再创辉煌。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场地是大，但光靠我们3个人，到了周6大巴车一来，肯定得抓瞎。我掏出手机，点开了一个名为“相亲熊爱干饭人”的微信群，这是我之前在老李村那个农家乐建的内部员工群，里面一共有15个人，都是些在附近村镇招的踏实肯干的大哥大姐。我笑了笑，在群里发了一条消息：各位，我陈凡换新厂子了。青山镇300亩大果园，环境更好，活儿更敞亮。老规矩，底薪涨500，奖金看流水。愿意回来的，今天下午直接来果园报到。消息发出去还不到10秒，原本死气沉沉的群瞬间炸了锅。哎呦，老板，我就知道你不会丢下我们不管的。那个李老头算个什么东西？昨天还想让我留下给他洗碗，我直接把洗洁精呼他脸上了。下午就到。老板威武，我就说跟着你绝对有肉吃。我已经骑上我那辆小电驴了，半小时后见。老板，我还把我表妹也带来了，她手脚麻利的很，能要不？看着群里那一排排马上到跟定老板了的回复，小雨凑过来看了一眼，眼眶微微发红。老板看不出来啊，原来你还是个师奶杀手啊。下午，老员工们陆陆续续带着家伙赶到了果园，整个场地瞬间充满了欢声笑语，大家分工明确，打扫卫生的、检修线路的、规整后厨的，井井有条。而与此同时，几公里外的老李村却是另一盘乌烟瘴气的景象。据村里相熟的大哥发来的八卦视频显示，李老头为了赶在周6开业，彻底疯了。他拿家里的宅基地去抵押，还借了80万的高利贷。昨晚连夜叫了3台挖掘机，把那个破院子连同后面的猪圈全给推平了。家人们，我们正在打造乡村凡尔赛皇宫。看到这片烂泥地了吗？明天就会铺上300块钱1平米的进口草皮，主打一个高端下沉市场。快快快，把这面墙砸了，换成落地窗。法式，懂不懂什么是法式？造孽啊！借高利贷搞这些花里胡哨的，这父女俩是真不知道死字怎么写。老板，这周6咱们估计得接待500多人，主打菜还是咱们的招牌水库大鱼头和土猪红烧肉。但我寻思着，光有猪和鱼不够硬气，还得弄几只正宗的走地鸡，炖锅土鸡汤给那些老主任们补补。行，今天正好去镇上的农贸批发市场，咱们把该买的配料和大料全补齐。王老板，你这批鸡不错啊，爪子上有茧，确实是跑山鸡。这300只我全要了，你给我算个实在价。这300只走地鸡我全包了。哟，这不是陈大老板吗？家人们快看看啊，这就是那个被我们扫地出门的吸血鬼。怎么，现在只能在这种脏乱差的批发市场买便宜货了吗？把你那破手机拿远点儿！我们买土鸡怎么了？总比你们满嘴喷粪强。王老板，他陈凡出多少钱？我出双倍。陈凡，
你那点破底细我早就摸透了。你的农家乐能火，不就是靠着这手炖土鸡吗？不怕告诉你，我现在手里有的是现金，只要是你看上的食材，我全都要截胡。这300只土鸡我买回去，不仅能当招牌菜，还能彻底断了你的生路。没鸡下锅，我看你周六拿什么给客人吃？家人们，这就是实力。我们法式农庄买只鸡都要买全市场最贵的。你这老东西不讲武德！我们先看上的，你凭什么截胡？规矩，老子有钱就是规矩。老赵，这生意实在是不好意思啊。老板，这鸡被他们抢了，咱们周六的菜单得开天框了呀。老赵，回来。李老板果然财大气粗，霸气。既然李老板这么喜欢这批鸡，那我就君子成人之美。王老板，麻烦您帮李老板装好车，一定要装好哦。算你识相，穷鬼就该有穷鬼的觉悟，你就在这儿等着喝西北风吧。哎呦，我的老板哎，你怎么能让他们抢走呢？咱们去哪儿再找这么好的跑山鸡呀？就是呀，他们摆明了就是用高利贷的钱来恶心我们的。上车。谁告诉你们我今天来市场是来买鸡的？可是咱们不买鸡，周六拿什么炖鸡汤啊？老赵、小雨，你们昨天打扫卫生的时候，难道就没去咱们果园的后山溜达溜达？前任老板资金链断裂跑路的时候，别的全带走了，但他养在后山林子里，吃了整整大半年虫子满山乱飞的那500多只准种正宗跑山鸡，他可一只都没抓走啊！咱们新果园里最不缺的就是鸡，漫山遍野全都是。我今天来市场，纯粹就是为了买点炖鸡用的大料和八角。我操！500只纯种跑山鸡，现成的！我的老天奶呀，那肉质可比菜市场卖的好10000倍呀！救命啊！那个李老头居然花了双倍的价钱，用借来的高利贷去截胡了一堆我们根本不需要的鸡。走吧，回果园，下午全员集合，上后山抓鸡。别让他跑了！这鸡怎么还会上树啊？小雨妹子，你闪开，看我的！老板，你看这爪子，你看这毛色，这特娘的才是真正的极品跑山鸡呀！天天在林子里吃虫子，飞来飞去，这肉质炖出来，绝对能把人的舌头都掀掉。老赵，这500多只鸡够咱们对付这周末的10辆大巴车了吧？够了，绝对够了！不仅够吃，就算大妈们想打包带走几只活的，都绰绰有余。老板，咱们这次可是省下了大几万的食材费啊！那个李老头简直就是个送财童子。我在小城夏天陪你遇见浪漫晚风吹过。老板，老赵说你们快过来看，那个整容脸李婷又在开直播作妖了。家人们，谁说农村只能吃大锅菜的？今天我就带你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高端下沉市场。老板，这池子里的奥龙我全包了，还有那个帝王蟹，给我捞20只，挑最大的捞，钱不是问题。哎呦，李老板，您这是要办国宴呐？这批货算下来可得大几万。大几万算个屁！马上我们老李村就要划入网红生态区了，每天至少来几千人。我那法式轻奢农庄，一天就能回本，
赶紧给我装车！家人们听到了吗？我们农庄的食材全都是空运级别的顶奢海鲜。除了这些，我们还特意托人买了进口的黑松露。周六试营业，我们的主打菜单就是黑松露炖走地鸡，定价888元；法式香草烤野猪肉999元；蒜蓉粉丝蒸奥龙17888元。此话一出，直播间的弹幕瞬间炸了，有几个不知情的路人发弹幕：去农村吃12888的奥龙，这是哪个国家的货币啊？主播脑子没病吧？农家乐卖这价人，宰客也没这么明目张胆的。你们懂什么？这叫调性，这叫筛选优质客户。那些吃几十块钱大锅菜的穷鬼，根本就不配进我们法式农庄的门。救命啊！这父女俩是疯了吧？借了80万的高利贷，跑去农村卖88块钱的走地鸡和上万块的澳洲龙虾。这老李头真以为那些旅游大巴车里坐着的都是不把钱当钱的阿拉伯首富呢？那些大爷大妈可是连买斤鸡蛋都要讲价半天的主，他拿这种菜单去糊弄人，也不怕被大妈们的口水给淹死。更绝的还在后头呢！老板，你们看，李婷在直播里抱怨说，他们上午花了双倍价钱从咱们手里截胡的那300只土鸡，现在没地方放。家人们气死我了！我爸非要买那300只土鸡，结果现在全堆在我们的法式庭院里，那些鸡到处拉屎，把我们刚铺的300块钱1比亩的进口草铺全毁了。整个农庄现在全是鸡屎味儿，喷了3瓶香水都压不住，活该！让他们截胡。现在好了吧？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买了一堆祖宗回去供着。喂，陈总，又有什么指示？陈凡，青山镇内的场地收拾的怎么样了？设备和人手跟上了吗？放心吧，班底全是原来那些知根知底的老员工。现在大家正在后山抓纯种跑山鸡呢，干劲十足。周六绝对掉不到地上去。你最好给我打起12分的精神。刚接到通知，这周六的那个市医院百人团建，他们的郑院长张长林要亲自带队过去。一个团建而已，郑院长亲自带队暗访。张院长是个极其挑剔的老饕，对食材的新鲜度和做法要求极高。他手里可是捏着市里好几家大医院的年度工会疗养预算。如果这周六你能用菜品把它拿下，明年的所有医疗口子团建，我就能顺理成章的全签给你。这可是几百万的大单。但是如果搞砸了，你那个大果园就趁早关门大吉吧，听见没有？收到。各位，先别管那个耍猴的直播了。刚接到的消息，周六有重要的大客户要来暗访，如果拿下，年底所有人奖金翻倍。老赵，明天你跟我亲自去一趟果园中间的那个深水鱼塘。钱老板在里面养了3年的野生大头鱼，听说全成了精，咱们捞几条最大的上来。好嘞，老板你放心，只要食材够硬，我老赵就是把锅底铲破，也绝对给张院长炖出一锅让他连舌头都吞进去的绝世鱼头汤。对，咱们用实力说话，让李老头他们守着那堆屎和破龙虾哭去吧。麻酱鸡上面的果盘都摆满没有？瓜子、花生别抠搜，拿大盆装。没有花里胡哨的噱头，只有实打实的硬菜和最接地气的服务，这才是做长久生意的王道。家人们，法式农庄马上就要迎来第一波顶级客流啦！今天我们准备了50桌黑松露走地鸡和澳洲大龙虾，主打一个高端下沉、奢华尊享。快了，快了！我打听过了，盛世国旅的大巴车10点半下高速，马上就到我们这儿了。闺女，准备放鞭炮！这泼天的富贵，咱们老李家今天算是接吻了。苏导，前面就是老李村那个3岔路口了，那老头正站在路中间张开双臂呢，要不要减速？减个屁的速！王师傅，别压着人就行，给我摁着喇叭，一脚油门开过去，让他们好好吃顿胃气。得嘞，坐稳了。
我操，车怎么全跑了？这就是主播说的顶级客流吗？不停车直接飞过去了，笑死爹了！吃了一嘴胃气，这奥龙还是泥巴口味的。主播，你那888的走地鸡留着自己下蛋吧。呸！爸，大巴车怎么没停啊？他们怎么全跑了？陈凡，肯定是陈凡那个小兔崽子在半路截胡了我的客源。闺女，上车，跟我去青山镇找那个小鳖楼算账。敢偷我们老李家的风水，老子今天跟他没完！哎呦，这地方太敞亮了！老姐妹们快冲啊！全自动麻将机，这陈老板也太懂咱们了！各位叔叔阿姨，左边是麻将区，右边是垂钓区，正中间是咱们的阳光大餐厅。今天大锅菜管够。这味道正，一闻就是正宗的猛火铁锅炖出来的，用的绝对是野生好料。看来今天这趟没白来。张院长，是吧？我是果园的老板陈凡，一路辛苦了，里边请。咱们今天的招牌大头鱼已经给您出锅了。这座城市有我的思念和喜欢，闷热的季节，你耳目怀。绝了，这鱼头炖的绝了！你们尝尝，这鱼肉紧实弹牙，汤底透着股柴火的醇香，没有半点土腥味儿。市里那些5星级酒店的大厨用电磁炉绝对熬不出这种地道的火候。陈老板，你这地方虽然没有那些高档餐厅的奢华装修，但这食材和手艺绝对是1等1的硬气。刚才我还看到外面有专门给家属准备的垂钓区和麻将机，配套很完善嘛。张院长过奖了，我们做农家乐的，主打就是一个货真价实、接地气。您和各位主任平时在手术台上一站就是10几个小时，到了这儿，就是为了让大伙儿彻底放松，吃顿舒心饭。哈哈哈哈哈哈！好一个货真价实！哈哈哈！小刘啊，回去跟工会那边说一声，咱们院下半年的5批职工疗养和年底的劳模团建就定在陈老板这里了。这鱼吃得痛快。陈凡，你个挨千刀的吸血鬼，给我滚出来！天哪，这哪来的疯子？要饭的吧？怎么还穿成这样？站住！你们干什么呢？这里是私人果园，不欢迎你们，滚出去！你个死打工的，给我滚开！陈凡，你敢玩阴的？你敢去半路截停我们大巴车，偷走我们老李家的客源？陈凡，你太恶毒了！你知道我为了今天借了多少高利贷吗？你竟然让人在国道上拦我的大巴车，你这是不正当竞争！我要去工商局告你，我要报警抓你！李村长，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国道是国家修的，大巴车的方向盘握在司机手里，他们愿意把车开到我这儿来吃水库鱼，不愿意去你那儿吃888块钱的走地鸡，这叫市场选择，怎么能叫偷呢？你放屁！这些客人之前明明都是在我们村吃饭的，肯定是你暗地里给了回扣，把他们骗过来的。各位大姐，
你们别被陈凡骗了，他这里连个罗马柱都没有，就是个破果园。我们老李村现在可是法式轻奢农庄，今天不仅有黑松露，还有澳洲大龙虾。你们赶紧跟我回去，我给你们打8折。走地鸡888，李老头，你出门是不是忘吃药了？你真当老娘的退休金是大风刮来的冤枉钱啊？就是，你那老李村路破得像狗啃的一样，上次去颠的我假牙都快掉出来了。要不是为了吃陈老板这口手艺，你倒贴钱请我去我都不去。还法式农庄呢，穿个破烂晚礼服在这装什么大尾巴狼？别在这捣我们的胃口，赶紧滚！你们懂什么？是高雅，陈凡就是个穷光蛋，到底给你们灌了什么迷魂汤？给我们灌迷魂汤？李婷，你那个硅胶脑子是不是进水了？到现在你还觉得这500多号人是陈老板骗来的？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那10辆车上印着的是什么字？盛世国旅，那是我们旅行社内部统一调度的专车。那又怎么样？你们旅行社以前明明是定点在我们村的，就是陈凡给了你们导游回扣。回扣！老娘不怕告诉你，我们盛世国旅的联合创始人兼副总裁，也就是掌握全市70%旅游大巴要调权的陈总，就是我们陈老板的亲姐姐。你说什么？不可能！你明明就是个租破院子的穷鬼，你怎么可能是？陈总，没出息，被2个不知死活的土鳖欺负成这样，还得我亲自跑一趟来给你压阵。陈总教训的是，不过这不是没用您出手，他们自己就先崩盘了吗？我是盛世国旅的副总，我公司旗下几10条线路，上百辆大巴，我想安排在哪儿吃就在哪儿吃，一切合法合规，全走内部采购流程。你们算什么东西？也敢强占我弟弟的铺子，还妄想抢我的资源？我竟然为了一个空壳子，把下金蛋的财神爷给亲手扫地出门了！完了，全完了！80万高利贷，300块1平米的进口草皮、土鸡、澳洲大龙虾、黑松露，这些钱哪怕把我老李家祖坟刨了都还不清。爸，你快说话呀，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没有钱还高利贷的呀，那些人不会放过我们的。你快让陈凡把大巴车还给我们啊！小陈，陈老板，陈少爷，千错万错都是我老李的错，是我猪油蒙了心，是我老糊涂了。小陈，你仔细想想，咱们好歹也认识1年了。当初那破院子空了3年没人要，你来租的时候，我是不是2话没说就租给你了？咱们这也是有缘分在的呀。你让陈总发发慈悲，哪怕就分2辆大巴车去我那个法式农庄吃一顿吧，哪怕就去买几只龙虾也行啊，救救我的命吧，小陈。你看在过去的情分上帮帮叔吧，我借了80万的高利贷呀，明天要是还不上第1期利息，他们真的会把我剁了喂狗的，我不要1半利润了。我也不赶紧走了。呸！老不要脸的，这时候知道攀交情了。当初是谁说有本事你去告我的？是谁说打官司拖死你的？现在你们自己挖坑把自己埋了，还想让我们老板拉你们一把，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李村长，你不是说你们老李村的风水拴条狗都能赚钱吗？你赶紧回去拴条狗试试啊，看能不能把高利贷给还了。跑我们这儿来哭丧算怎么回事？陈凡哥，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是我嘴贱，是我眼皮子浅，我不该在直播骂你，不该抢你的走地鸡。你看在我年纪还小不懂事的份上，原谅我一次吧。陈总，您是大人物，您宰相肚里能撑船，您就当可怜可怜我们这些底层老百姓，给我们留条活路吧。底层老百姓，我见过的底层老百姓都是像老赵、
小雨这样靠双手勤勤恳恳赚钱的人，你们算什么底层老百姓？你们是吸血鬼，是妄图不劳而获的强盗。今天你们落到这个地步，纯粹咎由自取。成年人要学会为自己的贪婪买单。说得好，陈总霸气，这种白眼狼就不能惯着，帮了他们，转头就能咬你一口。就是，赶紧把他们轰出去，别影响我们吃鱼的心情。那满身的鸡屎味儿，熏死人了。李村长，你刚才问我，能不能看在过去的情分上拉你一把？如果今天我的新果园因为被你抢了设备结了红而开不了业，如果今天我的大门外门可罗雀，而你的法式农园高朋满座，请问李村长，你会大发慈悲分一半的客人给我吗？你会客客气气地跟我说话吗？所以别在这儿演什么苦情戏了，你不是知道错了，你只是知道怕了。把这2个闹事的闲杂人等扔出我的未果园。是，老板。陈凡，你做得好死，你个绝无狗，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各位叔叔阿姨，一点小插曲已经清理干净了。为了补偿大家受到惊吓，今天每桌加送1份老赵亲手炸的酥肉，大家吃好喝好。好，谢谢陈老板，谢谢小小导游。陈老板，年纪轻轻，做事雷厉风行，有底线，不圣母，难得啊！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张院长谬赞了，以后市医院的伙食，您尽管放心交给我。哈哈哈哈哈。3号阳光棚，2锅水库大头鱼出锅，上菜喽！老板，张院长那边介绍的市院主干团建也定下来了，下个月初连包2天场地，定金已经打过来了。这1个星期，随着市医院的口碑发酵，加上姐姐在旅游线路上的强力倾斜，庄园的日流水直接翻了3倍。不仅如此，大妈们也成了我们最铁杆的自来水代言人。陈老板忙着呢。阿姨跟你说个正事儿哈，我亲侄女今年24，在市直属机关上班，长得那叫一个水灵。要不阿姨安排你们周末见个面？王大妈，您可拉倒吧。我们老板的亲姐姐可是盛世国旅的陈总，身价上亿的女强人。您那侄女儿要是不会琴棋书画，没有个女博士学历，进门不得被大姑姐给挑剔死呢？去，你这死丫头懂什么？咱们陈老板这叫踏实稳重，是个会过日子的好男人，多认识个朋友怎么了？阿姨，心领了。目前庄园刚起步，我还想把后山的果树都重新嫁接一遍，再在湖边盖几栋木屋别墅做高端民宿。哎呦，还要盖小别墅啊？那感情好，等盖好了，我让我家那老头子也来住几天，钓钓鱼。陈老板，老赵，惊天大瓜，绝对的惊天大瓜！怎么了，老王？看你这兴奋的样，捡钱呢？比捡钱还刺激。你们是不知道，老李村那个李老头彻底完犊子了。昨天下午，市里放高利贷的那帮催债公司开着3辆面包车，直接杀到了他们那个什么法式农庄。嘿嘿嘿嘿，你们猜怎么着？那帮人进去的时候，差点没被臭死。李老头为了撑场面买的那几万块钱的澳洲大龙虾和帝王蟹，因为没客流，全死在玻璃缸里发臭了，那味道隔着几里地都能闻见。天哪，那他从你那儿买的300只走地鸡呢？嗨，别提了，他买回去根本没钱买饲料喂，那300只鸡饿得满院子乱飞，把他那300块1平米的进口草皮啄得稀烂，满院子全是鸡屎。催债的进去，一脚踩下去全是烂泥和鸡粪。恶有恶报，这就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催债的能放过他？放过个屁！
带头的大哥一看这场面，知道这老东西还不上前了，二话不说，直接让手下拿大铁锨把他门口那几根不伦不义的罗马柱给砸了个稀巴烂，连里面装潢好的落地窗和水晶灯全给砸了。我听说啊，李老头抵押的宅基地根本不够还本金加利息，催债的直接拿着欠条去市里把他儿子那套刚装修好的婚房给强行换锁收走了。他儿子正准备下个月结婚呢，这下婚房没了，未婚妻当场跟他掰了。他儿子气得拿着菜刀回老李村，要跟李老头断绝父子关系，说全是他和李婷把这个家给害了。那个整容脸李婷呢？她不是天在网上吹牛说自己是名媛吗？名媛现在成笑话了。那女的为了还债，居然开直播，想把那些饿得皮包骨瘦的死鸡和发臭的龙虾包装成什么顶级风干野味在网上卖。结果被网友集体举报诈骗，账号当场就被平台给永封了。昨天半夜，有人看到他们父女俩背着个破蛇皮袋，连夜翻后山的小路跑了，估计是怕高利贷的今天去卸他们胳膊腿呢。这就是贪心不足蛇吞象啊！想当初陈老板按时交租金，一年少说也给他们10几万的进账，踏踏实实在家躺着收钱不好吗？非要眼红去抢，现在好了，家破人亡，流落街头。行了，别人的因果咱们当个笑话听听就算了，咱们的眼睛要往前看。老赵、小雨、张大妈，下个月咱们果园要扩建民宿区和采摘园，年底流水要是能翻，我包2辆大巴车，带大家去海南岛过年。老板万岁！老板万岁！跟着陈老板绝对有肉吃。兄弟们，干活了！今天中午我给大家加个大菜，红烧野生大甲鱼，庆祝咱们的泼天富贵。我听着耳机中 J 的音乐，从等你下课到书写的从前，猫抱汽水和你都是夏天感觉，一类一类进入最后说快！防晒霜都带足了没有？三亚那边的紫外线可是能把人烤脱皮的。哎呀，老赵，你这打扮跟个花孔雀似的，也不怕嫂子削你。这路上得开好几个小时才到机场呢，大伙儿把肚子留点缝，吃点我的手艺。钢铁威武！半年前我向大家许诺，只要年底流水翻，就带全员去海南岛过年。结果这群人在老赵和小雨的带领下，简直像打了鸡血。加上市医院张院长的活招牌效应，我们庄园不仅拿下了市里10几个大单位的年度团建，还成功拿到了省旅游局的乡村振兴示范基地挂牌。年底财务一盘账，净利润直接翻了4倍。我陈凡向来说到做到，不仅给大家发了丰厚的年终奖，今天更是直接包下了这辆顶级大巴，全员带薪度假。全体大哥大姐向我看齐！1号车厢的人都齐了吗？今天到了机场，一切消费陈老板买单，大家千万别客气，尽情薅老板羊毛！薅老板羊毛！舒月，这里。林舒月，正是半年前王大妈硬拉着给我介绍的那个在市属机关上班的侄女。这半年来，庄园评选示范基地，办理各种复杂的扩建手续，她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了我不少忙。一来二去，周末一起来果园喂鱼、喝茶，我们俩之间也渐渐生出了一种友情之上的默契。陈凡，真不好意思让大家等我，年底的结算太忙了，我刚交接完工作。没事，时间刚刚好。哎呦呦，林姐姐来了呀！我们老板刚才可是每隔1分钟就看一次表呢，那脖子伸的，都快赶上咱们后山的野生大鹅了。死丫头，扣你这个月奖金信不信？苏总监，大巴车是你安排的，咱们什么时候发车啊？车和路线早安排的明明白白了。不过老板，陈总真的不来吗？这可是你拿下庄园后第一次全员大同建，他这个亲姐姐加最大投资人不在场，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啊。半小时前我刚刚跟姐姐打过电话，
他说集团高层临时召开紧急董事会，涉及明年几条国际航线的审批，他实在走不开，让我带大家玩得开心点，所有开销直接走他的副卡。不等了，陈总日理万机，要给咱们打下更大的江山。大家上车，咱们准备出发。谁说我不来了？姐，你不是说有个极其重要的国际航线董事会要开，实在走不开吗？我亲弟弟拿下了人生中第一场大胜战的庆功宴，哼，什么破董事会能比这重要？我不亲自来镇场子，就你们这帮土包子去了三亚，还不得被人宰死？全体都有。三亚落地后的所有豪华游艇、海鲜大餐、5星级海景到房，全部算在姐姐我的账上。不刷爆这张卡，谁都不许回来。陈总万岁！陈总万岁！陈总万岁！老板万岁！姐姐万岁！姐姐！还愣着干什么？上车，出发。